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超级有趣的话题哦。听起来可能有点硬，但你相信我，它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那就是天灾，更精确的说，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怪谁？这个怪罪的历史其实是一部超级精彩的思想演变史，保证让你脑洞大开。OK， 我们先来想象一个情境，一个超强台风，或者像电影里面演的那种超级飓风，直接摧毁了一座城市，无数人流离失所，家园变成了废墟。这时候问题来了，这到底要怪谁？怪老天爷吗？还是怪政府预防不力？怪那些盖豆腐渣工程的建商，还是怪我们自己？是我们所有人类的行为导致了极端气候？这个问题你可能觉得答案很复杂，但你可能从来没想过，就连问这个问题的思维模式本身，都是一个相对现代的发明。没错，你没听错，怪罪这件事其实是被发明出来的。这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对，一个发明。我们今天理所当然挂在嘴边的天灾或是自然灾害，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其实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一群思想家、科学家甚至是法官给发明出来的。在过去，人们看待灾难的方式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要跟着学者 Loren Dustin 的思路来一趟思想考古之旅。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像考古学家一样，一层一层的挖开历史的土壤，来看看天灾这个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概念，到底是怎么被打造出来，然后又是怎么在今天慢慢地瓦解的。好，第一站，让我们先搭时光机，回到所谓的前现代社会，大概就是启蒙运动之前啦。在那个世界里，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纯粹的、冷冰冰的、客观的大自然。对当时的人来说，世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整体，所有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有个说法，都有一个剧本，而那个编剧通常就是上帝。我们来看这张投影片在当时人的眼里灾难的成因大概可以分成这几类：神的原因像是上帝的愤怒；人的原因，比如敌军围城；还有我们现在说的自然事件，像是地震或洪水。但重点来了，这三者并不是分开的，它们是全部混在一起，互相关联的。一场大地震可能被解读成是上帝因为国王行为不检点，所以降下了惩罚；一场瘟疫可能是因为整个社会道德败坏。这其实在东方文化里也很好理解，对吧？像是古代皇帝遇到大旱灾或蝗灾，常常要下罪己诏，认为是自己德行有亏，才导致上天降下灾祸。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什么事是纯属偶然或没有意义的，每场灾难都是一则讯息，一个警告，背后一定有某个人或某个神是需要为此负责的。接着，时间来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是一个思想大爆炸的时代，理性、科学的光芒开始照亮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更科学的眼光来看世界，而这个转变也彻底颠覆了我们对灾难的理解。可以说是他们发明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自然，也同时发明了一种全新的邪恶。这里就要讲到 Dustin 教授提出的一个超赞的比喻，大家可以看画面上这张图，叫做3个密不透水的盒子。启蒙思想家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把过去混在一起的灾难原因，干净利落的分门别类，然后放进了3个独立的盒子里。第一个盒子装的是神的原因，像是神的旨意、天谴等等，把它关起来。第二个盒子装的是自然的原因，比如板块运动、气候模式，这些纯粹的物理法则也关起来。第三个盒子则是人的原因，像是战争、纵火或是疏忽。重点来咯，这3个盒子被设计成密不透水，彼此之间不应该有任何关联。一个地震就只是板块运动的结果，跟上帝生不生气、国王有没有乱搞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想法。当自然原因这个盒子被独立出来后，一个全新的概念就诞生了，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自然灾害。而这个概念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邪恶，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无可归咎，却也毫无意义。
说它无可归咎，是因为它纯粹是自然法则的运作，你不能怪板块，也不能怪天气系统，对吧？但同时，它也毫无意义，它不再是上帝的警告。一场地震夺走上万条人命，这件事本身就只是发生了，它没有任何更深层的意义，纯粹是一个物理事件的残酷后果。这在思想史上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你想想看，以前你可以说这是神的惩罚，至少还有个说法，有个出口。现在科学告诉你，你的亲人离去没有任何意义，就只是刚好在那里而已。这其实是一种更深层的残酷，对吧？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来看一个把这种新型邪恶展现的淋漓尽致的案例。1883年的卡拉卡托火山爆发，这场爆发的威力真的超乎想象，爆炸声在3000公里外都听得到。火山所在的岛屿有2/3直接消失，引发的那个40公尺高的海啸把沿海城镇整个吞噬。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当时电报技术已经普及了，这让卡拉卡托火山爆发成为了人类史上第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奇观。为什么说是奇观？因为世界各地的人几乎是同步的透过报纸头条，像在看一场远方的实境秀一样，读到那些恐怖的细节。同时，火山灰飘到全球，让各地的日落都呈现出诡异又壮丽的紫色。这是一场混合了恐惧、敬畏和惊奇的全球大秀。灾难第一次变成了可以被远距离消费的内容。那面对这场全球奇观，当时的人怎么理解它呢？一位法国天文学家 Camille Flammarion 的话，完美捕捉了当时的科学心态。他说，这些灾难的受害者就像是献给科学进步的燔祭。什么是燔祭？就是古代那种把祭品整个烧掉献给神的仪式。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几万人死了很惨，但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对火山学、气象学的知识进步，就像是献给科学这位新神的祭品一样。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启蒙时代思维。科学家们非常热衷于解释如何发生 how 火山爆发的机制啦，火山灰的传播路径等等，但对于为何发生 why， 也就是这场灾难的道德意义，他们完全答不出来，也无法给予受害者任何慰藉。科学解释了物理过程，却也剥夺了事件的意义。好，刚刚讲的这些听起来好像是很抽象的哲学思辨，对吧？但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抽象的形象学概念是怎么走进法庭，变成真金白银、攸关数十万人生计的法律问题。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一场震撼世界的超级大地震。故事来到1906年的旧金山，当时的旧金山是美国西岸最繁华、最富裕的城市，号称西岸巴黎。重点是，这座城市的居民跟他们的资产都有大量的保险。然后，一场规模约7.9级的大地震来袭，地震本身已经很可怕了，但更糟的是，它震坏了瓦斯管线，引发了全城大火，连烧了好几天。灾难过后，整座城市几乎全毁，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金、堪称世纪大灾问的问题浮上台面：保险公司到底该不该赔？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旧金山这座城市是就此沉沦，还是能够浴火重生。我们来看当时双方的论点，这真的超精彩，完全是法庭上的哲学辩论。保险公司的主张很简单，这整件事的起因是大地震，而地震是典型的天灾 acts of God， 在保险合约的免责条款里写得清清楚楚，我们不赔。但旧金山的居民和政府反驳说，不对，造成最大损失的不是地震摇晃本身，而是地震之后那场烧了3天的大火 Great Conflagration。 火灾是可以被保险的，你们的火险保单必须理赔。你看，这就不只是一场官司了，这是一场关于灾难定义的战争。整座城市的重建资金就卡在这个哲学问题上，这场灾难究竟是该被放进自然的盒子，还是人为的盒子？猜猜看最后结果是什么？旧金山的居民赢了，法庭最终认定火灾是静音 proximate cause， 保险公司必须赔偿。这个判决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全球有19家主要的保险公司因为支付旧金山的理赔金而直接破产。这就是 Dustin 教授说的形上学在现实中上演 Metaphysics in Action， 一个关于灾难分类的抽象概念，直接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动荡。
这也让活下来的保险公司吓坏了。从此之后，他们花了极大的力气，要在保单上把天灾和人为灾害的界限画得一清二楚，生怕再有下一个旧金山。OK， 我们刚刚看到了自然灾害这个概念是如何被建立起来，并且在法律上得到确认。那3个盒子看起来牢不可破，但故事还没结束。在我们这个时代，钟摆似乎又开始往另一个方向摆动了。怪罪的矛头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人类自己身上。我们先来看一个相对近代的例子哦。1980年，美国的圣海伦火山爆发。当时的社会氛围跟科学界的普遍看法是，火山活动就是地球的自然现象，就像月亮会圆缺一样。所以当时《纽约时报》的评论是，没有人需要为这场火山爆发负责。这句话可以说是无可归咎的邪恶这个概念在20世纪后期的顶峰。大家普遍认为这就是纯粹的大自然力量，无人能预测，也无人能阻止，所以没有人需要被怪罪。但仅仅25年后，到了2005年的卡崔娜飓风，整个舆论风向完全变了。当纽尔良市被淹没时，几乎所有的媒体和公众都在问是谁的错。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布希政府反应迟缓，指向了负责维护堤防的陆军工兵部队偷工减料，也指向了长期忽视气候变迁警告的石油产业。突然之间，有人变得非常需要为这场看似自然的灾害负责。从圣海伦火山到卡崔娜飓风，从没人有错到人人有错，这个转变真的非常巨大。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我们回到刚刚那3个盒子的比喻，在启蒙时代被建立起来的那3个密不透水的盒子，现在开始漏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的活动，像是工业污染、都市扩张、森林砍伐，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的气候和环境系统。原本应该被牢牢关在人为盒子里的责任和归咎，现在正不断渗透回自然的盒子里。这两者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那我们今天都在怪谁呢？这张投影片列出了一些新的罪魁祸首，比如在地震带无视建筑法规的贪腐官员，为了盖房子而过度砍伐森林，导致土石流的无良开发商，面对灾难预警却准备不足、反应迟钝的政府单位，甚至是我们每一个开着汽油车、享受着高碳排生活、共同导致气候变迁的所有人。重点来了，我们现在越来越不认为这些灾难是纯天然的。我们并不是说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引发了地震或台风本身，而是我们的行为系统性的增加了灾害发生的几率、强度，并且让我们在面对这些自然现象时变得更加脆弱。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点火的人，但我们把整个房子都泼满了汽油。Destin 教授用了一个非常传神的比喻来总结我们现代人的处境。他说，我们成了拥有保险的卡珊德拉。卡珊德拉是谁？她是希腊神话里的特洛伊公主，她被阿波罗赋予了预言能力，但同时也被诅咒，她的预言永远没人相信，所以她能预见特洛伊城会被木马毁灭，却无力阻止悲剧发生。这就很像我们现在的状况，科学家就像现代的卡珊德拉，不断发出警告，让我们能够预见到各种灾难风险，比如海平面上升会淹没沿海城市，极端气候事件会越来越频繁。我们虽然无法完全阻止它们发生，但我们跟卡珊德拉不同的是，我们有保险，也就是我们的科技、规划和管理能力。我们被赋予了新的责任，那就是必须为这些可预见的未来做好规划和风险管理。我们就像是拿着保单的卡珊德拉，知道灾难会来，虽然挡不住，但有义务去管理和减轻它的冲击。这就带我们来到最后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现在几乎所有的灾难，我们都能找到人为疏失或责任的影子，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被称作是纯粹的、无可归咎的天灾 （act of God） 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正在重塑我们的法律、保险制度，甚至是我们对身为人类的责任的根本看法。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其实很简单，就是3个思想的演变。第一，在古代天灾人祸分不清，所有倒霉事都怪老天爷或神明。第二，到了启蒙时代，科学家们发明了自然灾害这个概念，把责任从神的手中拿走，但这也让灾难变得毫无意义，成了一种残酷的偶然。第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因为人类对环境的巨大影响，怪罪的矛头又回来了，
只是这次的对象变成了我们自己。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